大家好，今天是9月14号，比特币自19000美金低点这一波上涨，个人最看重的一个目标压力位22900，我是没想到昨天晚上这个高点是差了100多美金，现在是又大跌了下来。相信空方的朋友，你如果有在看我的视频，应该是笑了。不过我是没有笑啊，我的计划还是一样。当时6月份比特币在2万亿的时候，就跟很多朋友提前预期，有可能下去，比特币的主力要开始进行一个筑底的迹象。那行情走到今天，它在这个位置动不动大涨10%，动不动大跌10%。除了昨天晚上美国的那个 CPI， 美股现在也是在大地震。那低档的位置大地震，我觉得是好事啊。从哪一些现象可以给大家观察，包括它在这个位置大举震荡的目的，主力的目的到底为了什么，以及筹码的分布指标有没有集中的迹象，等下也要来跟大家探讨。昨天看到跌的时候，我是又买了一点狗狗币跟柴犬币，短线又被套了。不然你再去观察一下比特币这个2万美金有没有支撑位，这个位置要怎么来判断。复盘之前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 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 BROK 永久返佣 20%， 或者 Bybit 新的邮箱注册不用验证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根大跌，确实是没有想到啊。昨天来到这个高位，昨天的视频也是有跟大家提过，有一点败相啊，你不要再去追，因为前一天我在21700的时候有跟大家讲，你要追也是可以追，但是来到高位就不能追了，也是来到压力区，就差了那么100点左右。没想到是来了这么大的一根红棒啊，跌成这样子，那有可能很多人可能会担心，是不是真的又要再破底了？等下也要来跟大家讲，其实这个位置筹码已经开始在集中。那4个小时，昨天是有讲到，就是高点的位置，你去看一下，它指标有背离哦，就是这一个指标已经 MACD 已经出不来这个位置有可能就是会有败下。当然，我相信空方的朋友应该是笑了，我是没有去做空，因为底部的计划都是只做买入不做卖出。昨天也是有判断，如果是像这一波上涨的时候，就7月份的当时一个上涨过了这个250 MA， 你不能去追，看有没有再压回这个250 MA。 当时我是记得在这个位置给大家命中过一笔的多单建议啊，后面是一个紧迫，但是昨天晚上是直接破的话，我们再观察它这个位置现在放这么大量了，来这个动不动就这样子过山车，到底目的为了什么？其实对长线是有利啊，因为这样子过山车才可以把筹码给挣出去。那现在破的一个位置，我们再观察一下刚刚给的2万，你记得我昨天是有跟大家讲过啊，当时是在这个位置，就是这一边不是有一个背饼，1个小时是更明显哦，你去观察，就是这一根突破的时候，你既然能来到这个区间上方，其实这个高点位置是在2万，因为当时在拉升的时候是从这个位置开始拉上去的，后面就不能拉了，因为拉上去的话都是其他的市场游资跟进去的，所以就是这种破底方，你要做盘的时候，就是在这种点位，有可能你动一下大资金，会把整个市场的情绪都给点烂，就是会带动其他人帮你去做追加的动作。因为包括朋友的一些大资金，他们也是有时候会听我的建议，但是有时候也不一定会听啊。那我的观点是在这边，我们尽量观察一下这个位置能不能先给我守住。至于它这么大幅震荡的目的，我今天要跟大家聊一下长线啊。长线是这样子，以前有跟大家讲过，高档是不适宜大局的震荡，就是不能地震，一地震筹码会松动，它有派发的嫌疑，就类似这种位置，或者是去年的3到4月份，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就这个高点的位置，就是高档的位置，你如果要涨的话，都是小碎步的这样子回撤，小碎步的回撤，像这种一下子大局的震荡拉上去又大局的震荡，这种有可能就是筹码在派发的嫌疑。上升楔形看空的楔形就是这样子来形成的，所以高档的位置不适宜大局的震荡，它其实从去年的就是21年的1月份开始就有大局震荡的嫌疑啊，后面上去也是逃过这一波，包括这一波三炷香的位置也是逃过。那还有 69K 的高位也是有这种迹象，就是大局的震荡。那现在来到低档的位置，为什么这样子大局的震荡？老市场的经验过来人，我要跟大家讲啊，低档的位置就是空间的低位，大涨大跌，大涨大跌，大涨大跌，这样子会把上面高位买的筹码
从这个位置给它洗下车。因为你如果涨了一小波，那些人可能就觉得感觉行情要上去了，又跌下去，哎呀要完蛋了，又觉得可能要破底了，是不是先卖一卖？再上去，哎呀可能还有筹码不卖了，又下去觉得又要破底了。其实现在的也是这样子就这样子大局的洗的话，你可以观察一下，量能是非常的大，所以不排除这个位置已经开始有人在吸筹。那我们就要观察一下这一个筹码分布图。前面不是有跟大家讲过，我们尽量看它的周线，你可以看一下现在的整个周线的区间，筹码的分布图是非常的明显，这个区间量是非常大，所以不排除主力在这个位置洗盘的目的就是把上面买的筹码从这个位置给它慢慢的洗下车，它货可能接的还不够比如说现在可能接了2成或者接了3成，当然我们也要反一手，很多朋友可能是空方的朋友也是觉得这个位置要下去，也不是不排除没有可能。我的观点是这样的，这边既然是一个震荡区间，如果真的下去，你到时候看你的仓位配置，如果是真的破位你到时候再买一部分。因为前面也是有跟大家讲，历史上比特币在12000左右13000左右，其实这边突破的时候，这前面是很大的一片筹码积累区，我相信下去有可能主力会砍到他自己的脚。反正在这个位置尽量我觉得还是一样，就是大长线只做买入不做卖出，就是这样子。那前面跟大家讲到的这一个压力位，就是画的这条环线我已经讲了几天，就是因为当时这一个美国 CPI 公布的时候，它这边是有一个筹码密集区其实昨天的高点只差了100-200美金现在真的就下来，不过我也是没有选择去做空那我们再看一下昨天晚上美国的 CPI， 预期是在 8.1， 公布的话是 8.3， 整个市场就下成这样子，其实没必要这样子我的观点是它已经是比上个月的 8.5 又有下滑，市场不会一刀切它利率慢慢的加上来，我倒是希望美联储22号的时候你能不能一刀切，如果下一次22号的时候你能不能再加个100个基点，因为现在有这种言论所以我的观点是只要它在这个低档的位置不断的出利空，它只要下不去，有可能等筹码积累到位以后方向还是要往上去看。那包括美股的话，我们也可以看一下昨天晚上大地震，我倒是觉得没必要这么恐慌吧。它前面的这一波位置，这边不是有一个整理区嘛，这个高点的位置其实也是测了1次支撑2次支撑，只要这个位置不破，短期看能不能再震荡吧，没必要这么恐慌当然昨天晚上我是又买了一点那个柴犬，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来到这个 20MA 位置 60MA 位置买的话现在也是被套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整个大长线，当然你也要分仓位来配置不是说看到这个品种真的就大举的搞进去其实它的周线 20MA 前面有跟大家讲过，如果能过了 20MA 有压回，我也是选择压回的位置再买反正后面来看一看吧。那还有狗狗币呢，当然我短线最近是比较少操作，有时候买入可能就持有长线狗狗币我们也可以看一下，昨天也是再买了一点，来到这个位置现在也是被套，又被套反正看一下吧，它其实跟前一波的区间也是很像这边如果不排除是一个底部的区间，那跟前一波当时这个位置感觉也是很明显有一个筑底的区间，但是后面是最终在破，这一次有没有可能再破，那就看比特币我是觉得应该在这个位置区间也是相对比较低的位置。你如果看周线的话，其实现在也是快了，20周的均线1周、2周、3周跟柴犬币一样，都快来到这一个区间它有可能这边动不动就是会上冲下洗。那既然在区间的低档位置，就是如果我们把它整个区间看成一个矩形，看成这么一个矩形，你就尽量在矩形的低档位置去买，思路就是这样子嘛。包括比特币也是一样，如果是看成一个矩形，那尽量就是 DC 我不做高抛的动作最后还是一样，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